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来说说国际上的事儿。这美国稀土那边没占到便宜，居然开始打铜的主意了。哎，你说这算啥？抄家伙抄的锅碗瓢盆了。这稀土大战现在那是真热闹啊，打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美欧那边稀土库存眼瞅着就要见底了，撑不过这个夏天了。你说他们能不着急吗？尤其是欧盟那可真的是急得火上房了。前2天，欧盟驻华大使那个叫豪尔赫·图莱多的突然就冒出来说了一堆话。哎呦喂，那叫一个谦卑他说啥？他说这个欧洲的企业现在是恐惧和顾虑了。我的天这个词儿都用上了呀！啥时候见过高傲的欧洲人这么说话了？这说明啥说明稀土磁铁真的是把他们给卡住了呀！库存马上就没了，再不来货，工厂就得停工。而且他们也看出来了，这一次咱们国家是动真格的，要跟他们硬杠到底。以前那套唬人的玩意儿现在全都不灵了，啥高傲啥狂妄都成肥皂泡了呀！现在知道害怕了吧？没办法呀，谁让他们离不开稀土呢？这玩意儿可是工业的命根子呀，没了它啥都玩不转。全球90%的稀土都是咱们中国提供的，你说他们上哪儿去找这个替代品去？生产线一停，工人就得下岗，企业就得倒闭，所以只能放下架子求咱们高抬贵手。这个不是我瞎编的，新闻都出来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搜搜看。我是真搞不懂那些美吹欧吹们天天吹啥呢？那吹的是天花乱坠的，结果呢？不过还是得谢谢你们，正是因为你们在这边天天拱火才让我们国家下定决心把这稀土战争打到底。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遇到硬茬子咱不怕，遇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咱乐意伸把手，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正是因为这样西方人就搞不明白了，这为啥他们越唱衰中国，中国就越强大？他们花大价钱搞宣传战，搞这个意识形态战争，养了一大堆水军，拼命的抹黑咱们，结果呢，反而成就了咱们。他们越黑，咱们就越强大。那些水军美吹欧吹他们实际上是在鞭策咱们国家进步，帮咱们找漏洞他们攻击哪个方向，咱们就发现，哎呦，原来这儿还有短板那就赶紧补上呗，而且要补得比别人更好。你说说这个敌人反而成了咱们前进的动力这上哪儿说理去好啦，现在欧洲坐不住了，其实美国它也好不到哪儿去了。美国的稀土库存可能比欧洲稍微多一点点，但也撑不了多久了。这个川普现在是肯定急得抓耳挠腮必须得赶紧解决稀土问题结果这个美国国内还真的有聪明人想到了一个招，那就是动用有色金属，特别是铜。从4月份开始，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就爆发了一场铜矿战争。不到3个月，超过50万吨的铜紧急改道运往美国。注意这个是实实在在的铜，不是期货。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库存因为美国的疯狂抢购，直接就暴跌了80%。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铜期货价格也飙升到了历史最高点，超过了1万美元。你说这个美国人要干啥？为啥在短短的3个月内进口了这么多铜？这可是他们半年的用量有分析师就说了可能是2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川普准备对铜进口的国家进行安全调查，未来可能要加25%的关税。市场一听要加税就慌了拼命的赶紧囤铜也就是说美国的商家想趁着现在价格还便宜多囤点货，以后好赚钱，这是第一种分析。那第二种分析就是针对咱们中国了。这个川普他想遏制咱们，现在他手里没啥牌可打，突然间发现有色金属是个不错的选择。白头鹰内部还是有高人的，他们想到了动用铜这个战略工具。因为咱们国家有色金属非常匮乏，尤其是铜储量太低了，根本就不够用。每年呢都需要大量的进口，也就是说有色金属是咱们中国真正的软肋。也不知道是谁给这个川普提了个醒，我也不知道是中国通呢还是汉奸，反正川普就突然意识到铜可以当做一张王牌来打。结果就在中美贸易战和稀土大战最敏感的时刻，美国人突然动用了铜矿这个杀手锏。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在国际贸易中是有优势的。只要他想他可以很容易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囤积大量的铜资源。所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美国一下子进口了50万吨的铜，这可是平常半年的使用量
直接把铜期货的价格顶到了$10,000以上。这3个月内美国的进口量是正常的6倍。大家想想，美国制造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增长6倍吧？这发电量也没增长啊。所以说，美国疯狂进口铜资源的目的只有2个。一个呢是想趁着便宜囤点货，为了好赚钱。那另外一个就是铜资源当成一张王牌来跟咱们谈判。川普可能会说你们的稀土也放开一点吧，然后呢，我们会对你放开一点铜，大家就不用互相伤害了。当然了，肯定会有人说铜资源的重要性跟稀土比，肯定不如稀土高啊。这点我承认，咱们中国对进口铜资源的依赖程度那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对稀土进口的依赖程度。也就是说美国就算动用铜这张王牌也不可能把咱们打疼，顶多让咱们难受。但是咱们也应该理解一下美国的无奈他们现在实在是没什么牌可打了呀，你说让他拿什么筹码跟咱们谈判呢？也不能一点筹码都没有吧。所以说矮子里拔将军被逼无奈美国就只能拿有限的筹码来跟咱们谈判，这属于是美国的无奈之举。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将是永恒的，大家不要失望，打完这一场以后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其实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现在已经有了缓和的迹象。前几天美国单方面对外透露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川普还说他准备取消对华的贸易制裁，但是条件就是中国恢复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看看吧，这就是稀土这张王牌的威力我知道评论区肯定会有很多人说不应该出口绝对不应该出口稀土一旦出口给美国人那就是咱们认怂了。这个事情咱们不能这样看待。其实之前商务部的发言人就回答过这方面的疑问，咱们的稀土现在是限制性的出口，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都可以搞到稀土的。我们目前只对一些美国的汽车产业放松了稀土出口的份额，而这些销售终端咱们会有严格的审核，一旦发现这个进口咱们稀土的美国企业违规的转出售了，那么咱们也会有制裁政策的。所以说呢，大家不用担心。但是这个中美贸易战呢，现在很明显要进入一个中场休息期了。说停战那是不现实的，现在只能说有迹象会进入一个中场休息期，而未来呢，很有可能会反反复复的来回折腾，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冲突它是一个常态我们只有在这个斗争中求和平，而不是幻想着在和平中躲避斗争。斗争这个东西你是避免不了的，你越是躲避它，它就越是追着你跑。大家不用担心，不用忧虑，国家的考虑还是很全面的。这个稀土战争包括未来的贸易战，总的格局就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实话实说稀土这个东西你还真不能把所有的门窗都给它关死。因为一旦让这个美西方彻底看不到希望了，那么反而会倒逼他们重新开发重工业。相信这样的局面也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咱们国家的稀土价格卖的一直很便宜了吧？这其实就是一种倾销政策。咱们用这种低价的政策来扼杀欧美稀土产业的发展，咱们就是逼着这个欧美企业不论他们怎么做你都得亏损。资本主义世界是非常厌恶亏损的，当他们发现有咱们中国压着他们他们怎么搞稀土都是无法赚钱的，是无法盈利的，那么资本就会做出天然的选择，那就是放弃。他们会放弃这一块产业，从而转向对咱们的高度依赖，这个是无解的阳谋。可是如果咱们真的把这个门窗都封死了，那就相当于闭关锁国了。欧美确实会短时间难受一点，但是当他们发现彻底没了希望之后他们的资本就会重新开发出自己的一套产业链，自己生产稀土，然后自己的商家购买，他们就会形成一个小的闭环，从而跟咱们的稀土产业脱离。因为咱们闭关锁国了，他们实在是没辙了那就只能自己搞了。真到了那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很有可能到时候欧美的稀土产品价格就是咱们中国稀土产品的100倍甚至500倍，但是人家只要把那个闭环给打造好，人家自己生产自己卖，人家自己内部消化，人家认命了，这样的局面相信不是咱们愿意看到的。所以咱们一定要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欧美对咱们的稀土产生永恒的依赖，这样他们就不会搞自己那个小小的闭环了。这下大家看明白了吧？本身这就是咱们中国庞大制造业带来的优势，咱们有规模效应，咱们稀土卖的再便宜照样有利润。好了，千言万语一句话未来几个月的总体格局已经定好了，这川普下半年肯定要访华的。没准9月3号的时候这川普真的会跑过来参观阅兵的。
这样啊也挺好的，让咱们强大的军威啊震慑他，震慑美国这些代表团，打消他们的所有野心。哎，让他们呀再次确认一下，在战场上他们永远无法战胜中国人。所以啊，我还是希望邀请这个川普啊过来看一看的，让董王爷也出来见识见识世面吧，近距离啊见到咱们强大的军威，震慑下美国，让他们呀最好老实一点。那么这个川普在访问之前啊，咱们有意识的缓和一下这个贸易战，这就很有必要了啊。毕竟啊，邀请人家上门吧，咱们也不可能把他打得太狠了，鼻青脸肿的上门拜访啊，也有点不好看啊。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